就在上个月，也就是2026年的6月份，在德国汉堡呢举行的国际计算机大会上，中国的凌盛冲到了世界第一。在最新一期的 Top 500榜单上啊，凌盛击败了美国的 El Capitan， 成为目前公开榜上性能最强的超级计算机。这消息一出来，网上很多人在呐喊9年芯片封锁逼出了中国完整生态科技。那很多人也在问，中国既然已经能造出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那是不是就说明美国对先进芯片的限制已经对中国没有用了呢？中国的 AI 算力是不是已经反超美国了？但其实啊，还真不是，因为超级计算机和 AI 训练呢，这两场考试的考点不太一样。咱们这期视频就来深入的挖掘一下这背后的底层逻辑，看看中国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引领全世界的能力。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这国际超算大赛它比的是什么。这个比赛会给所有的超级计算机一组规模极其庞大的线性方程，至于这方程什么样咱就不说了，因为确实是很复杂。然后呢，让计算机算出答案。最后比赛统计的是电脑在计算过程中的 Rpeak 和 Rmax 这两个数值。所谓 Rpeak 是说的是理论峰值，它相当于根据芯片规格计算出来的最高速度。另一个是 Rmax， 也就是机器在真实的 HPL 测试中跑出来的速度。这个比赛的排行依据是 Rmax。换句话说，能拿第一，说明这套系统在处理大规模的数字运算的时候拥有极强的综合能力。这综合能力啊，体现在了处理器、内存带宽、任务调度、操作系统、编译器、散热、供电等整体表现，还有它们之间互相交互的能力。在 HPL 测试里头呢，这凌盛的速度是每秒 2.198 的 exaflops， 排名第一。exaflops 是一个单位，一个 exaflop 代表着每秒进行了100亿次浮点运算，咱就把它当成一单位就好，不用太在意。排名第二的是美国的 El Capitan， HPL 的成绩是 1.809 exaflops。看这俩数啊，凌盛可以说是大幅度领先，而且更让人惊艳的是，凌盛没有使用 GPU， 靠的是纯国产的 CPU。它也是榜单上第一台仅靠 CPU 突破2 exaflop 的系统。但是超级计算机的综合性能第一，并不代表 AI 算力能力也是第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呢，这个比赛测的呢主要是 FP64 的双精度运算。所谓 FP64， 它比较适合于气候模拟、核物理、航天呀，类似这样的高精度科学计算。大模型的 AI 训练，它大量使用的是低精度的运算，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小数点之后那么精细的数字。如果说一台机器非常擅长高精度运算，那它不一定也擅长低精度运算。它就好比是，如果你为了搬一箱苹果派了一辆大型的货车过来，货车虽然也能搬，但是它的效率非常的低。不过2026年这次的比赛呢，它不是只比一项，它还比另外几项，其中一项就是更加接近 AI 计算测试的，叫 HPL MXP。 这个测试呢是允许混合使用多种的计算精度，就比传统的 HPL 更能体现出这个机器对于低精度计算的能力，也就是说更加贴切 AI 训练模型。而这个比赛的榜单呢是这样的，中国的成绩是 7.92， 只排第4，主要还是因为凌盛的无 GPU 设计，它全靠 CPU， 在高精度计算上能力很出众，但是面对 GPU 擅长的这种低精度 AI 训练能力就差得多了。咱不可否认啊，中国在超级计算机上的技术呢是有实力的，但是在 AI 这种更看重低精度、大规模运算的领域，中国和美国还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这种差距其实主要来源的还是芯片。中国既没有生产高质量芯片的技术，又没办法从美国进口功能强大的 GPU。现在世界上正在投入使用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呢，可以制造2纳米级的芯片。但是中国呢，只能拥有上一代的 DUV 技术，所以啊，就用 DUV 加上多重曝光，再加上优化手段的形式呢，最大程度贴近 EUV 技术。咱们可以把 EUV 和 DUV 比作马克笔。EUV 是直接能画出来的很细的线，但是 DUV 很粗，所以只能通过一次次把粗线条的线反复对折的形式才能得到细线。华为现在用这种方式呢，最好的程度也就只能做到7纳米，但是这种7纳米的产品呢，又很难达到量产的程度，所以中美在芯片上的差距啊，其实还是很大的。根据有限的公开资料显示，在2024年 Meta 整体算力组合接近60万的 H100 equivalence。所谓的 H100 equivalence 呢，就是说 H100 的等效算力，
作为一个基本单位，不管你用的是什么 GPU， 都把它粗略地转化成 H100 的性能，这样比较好对比。OpenAI 只透露过与英伟达的合作目标是 10GW， 所谓 10GW 是几瓦，是比 E 再往上一级的单位。大概的概念是什么呢？刚才咱提到的 Meta 整体算力是60万，这60万如果单纯只看 GPU 的话，它相当于 0.42GW。咱再反观中国的企业 ，DeepSeek V3 的训练集群相当于2000个左右的 H100 equivalents。字节跳动呢，根据公开的报告显示，他们拥有的 GPU 的量大约是20万张。虽然看上去这个数量不少啊，但是这个 GPU 品牌不一，而且其中 3.6 万张的 GPU 还是租的。虽然说公开数据有限，但是呢，咱们从这些有限的数据里面也能大致看出这种算力的数量级别的差距。同时呢，在2025年，美国一共发布了59个重要 AI 模型，中国是35个。美国私人 AI 投资达到了2859亿美元，中国呢是124亿美元。美国拥有5427座数据中心，中国只有449座。再加上各种软件生态等因素，中美之间的 AI 发展其实差距特别的明显。但是问题来了，中国在几乎全方位数据被碾压的情况下，为什么两国的整体实力几乎相同呢？斯坦福大学在2026年的 AI Index 报告上显示，截止2026年3月份，美国和中国各自最强的模型之间综合性能差距只剩下大概 2.7%。就这真的挺离谱的，就中国在几乎都不是几乎了，中国在所有数据被碾压的情况下，但是它能达到的效果和美国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有2个解释。第一种解释来自于 DeepSeek 的技术报告，他们表示呢，在充分的利用优化手段，比如说用 MOE， 也就是 Mixture of Expert 混合专家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的 V3 总参数是6410亿。但每个 token 只激活370亿的参数，也就是相当于如果你计算一个东西，你不用把所有的参数都调动起来，你只调动一部分，这样呢可以更快的增加它的速度，减少它的计算量。第二种呢是用 MLA， 用的是压缩 context 的方式提高效率。context 其实也就是上下文，在你跟 AI 聊天的时候，它会记下来一部分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然后放在一边，然后你们在聊新的问题的时候呢，它把以前的 context 和你现在发的内容一起组合起来，给你回答问题。第三种呢，就是 PF8 的 Mixed Precision Training， 意思就是说电脑在计算的时候呢，没必要算那么精细，粗糙一点算得更快，从而充分压榨每张 GPU。 整个这些呢是来自于 DeepSeek 的报告，他们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在数据碾压的情况下还能几乎追平。还有第二种解释呢，就稍微有点争议。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 Anthropic 公开指控 DeepSeek、Moonshot还有 MiniMax 这3家中国 AI 企业进行工业规模的 Cloud 能力提取。这个指控就声称这3家公司通过大约 2.4 万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产生超过1600万次的交互，违反了服务条款和地区访问限制。而且这个指控还提到了呢 DeepSeek 和 Cloud 交互超过了15万次，主要集中在推理、评分、生成训练数据等任务上。其实这个手法有一个名字叫模型蒸馏，它的逻辑是这样的，让一个能力比较强大的大模型作为老师提供数据，还有这些推理过程和预测概率的信息，然后拿着这些东西呢给一个更小的学生模型做学习用。这种技术呢是通常用在企业在自己训练自家小模型的时候，为了节省成本采用的方法。但是如果说这老师不是你们学校的，你穿着假校服溜进课堂，把老师的教案悄悄地抄下来，总结成一本新的自己的教案，然后呢拿着这东西自己回学校教自己学生去了。学生模型呢再拿到老师给的高质量教案，其实就可以直接从答案里头学习结果了，它就直接跳过了海量数据库的学习过程，那当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强大的算力了。不过说这种解释比较有争议的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没有人出来承认，所以这个指控也没法坐实。大家觉得这2种解释哪个更合理一点呢？所以说中国的零胜拿下世界第一，确实是证明了中国在缺乏先进的 GPU 情况下，也能建造出顶级的计算机系统。它也证明了美国想靠限制几种芯片就能彻底阻止中国发展高性能计算这件事不现实。但是中国呢，在比赛项目里头并不是完全碾压竞争对手的，
它也没有证明中国已经在 AI 算力上超过了美国。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中国只要造出了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就可以引领全世界，而是说中国能不能把这种系统工程能力转化成大量可复制、可以商业部署、能够稳定运行的主流 AI 框架的低精度 AI 算力。超算世界第一是中国算力工程的一次重要胜利，但是在中国和美国的 AI 竞争里头啊，还真不能因为这张榜单而分出胜负。好了，朋友们，咱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意思，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保不齐你的想法就变成了下次咱们聊天的话题。好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